研究发现，不容易脑梗的老人大多都有这3个习惯，你占了几个？一天深夜，原本平静的急诊室被刚刚送来的昏迷患者张大爷所打破。当晚，张大爷在吃过晚饭后，便在客厅看着电视睡了过去。一开始，家人只是以为王大爷单纯的打个盹，便没有放在心上。后来家里人看张大爷一直没有醒的迹象，便上前喊张大爷。但令谁都想到的是，张大爷却始终没有反应。如此一来，家里人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随即拨打了120急救电话。经过检查抢救后，医生诊断张大爷为急性脑梗。由于发现的时间太晚，错过了黄金抢救时间，张大爷也因此不幸抢救失败身亡。而根据张大爷家属的口中得知，张大爷去年被检查出有高血压，但张大爷却丝毫不放在心上，不但不吃药，也不戒烟戒酒。正是因为张大爷这种的不以为然，才致使其突发急性脑梗，最后不治身亡。医生提醒，脑梗作为中老年人群高发的疾病，一定要重视起来。更有研究表明，不容易出现脑梗情况的老人，大多都有旁人没有的3个习惯。那么这些习惯究竟是什么呢？一、什么是脑梗？众所周知，脑梗已成为继高血压、高血脂和高血糖之后的第4大老年人群高发疾病。那么脑梗的梗究竟是什么呢？脑梗其专业性名称为血性脑卒中，或者被称为血性脑中风。脑梗具有高发病率、高致残率、高死亡率和高复发率等一系列高风险的系数，而这些高风险系数极易致患者肢体瘫痪、生活不能自理，甚至致人急性昏迷或是死亡。如此可怕的脑梗也并非就是一个不治之症，在突发脑梗后的4个小时内都是治疗脑梗的黄金时间，而这个期间也被称为溶栓时间窗。如果一旦错过最佳溶栓治疗的时间，就很容易致使患者出现大面积的脑梗死，甚至导致患者死亡。据研究表明，我国目前大约有3亿多人患有心脑血管疾病，并且在临床患者中超过90%都是毫无征兆，突然发病。而这3亿多人中，约有2/3的患者属于中老年人群。这个数据不禁让中老年人群暗自捏了一把汗，开始恐惧这个令人闻风丧胆的脑梗。那么突发脑梗死一定会猝死吗？事实并非如此，突发脑梗死的严重程度取决于大脑内梗死的部位。大脑是我们身体的中枢神经，指挥着我们的所有活动，在大脑的操控下，我们保持着身体的协调和意识的清醒。但大脑梗死的部位的不同，会导致我们身体的致残部位不同。如果是语言区域的脑组织坏死，那么人们的语言功能就会受到损伤。如果是运动区域的脑组织受损，人体的外在表现就会出现瘫痪或者是半身不遂等。如果脑组织受损面积过大，就会致人死亡。即便如此，脑梗死也并不是无迹可寻，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的身体依旧会给我们发送一些信号，来提醒我们要注意身体健康，避免出现突发状况。而许多突发性脑梗的患者都有一个共通性，那就是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一定或多或少的有不良的生活习惯。那么我们尤其是老年人群在日常生活中出现哪些症状时要格外的关注，甚至是酌情就医呢？2、脑梗前可能出现的症状。脑梗作为突发型的高发病，一旦患上，哪怕及时治疗，也或多或少的会留下一定的后遗症。这就要求我们，尤其是老年人群，要格外关注自己的身体状况。一旦出现以下征兆时，请务必酌情就医。1、肢体发麻。当我们的大脑一旦出现梗塞时，我们的身体会很自然的对外显现出一些症状。不同位置的梗塞，身体会产生不同的反应。比较常见的外露的身体反应有突发性肢体发麻、面部或者手指等及个别部位的发麻。除此之外，会出现单侧肢体发麻的情况，而这些状况极有可能就是脑部小血管出现了问题。如果肢体发麻的同时伴有嘴歪、四肢无力，就表明病情较为严重，需要及时就医。2、握力下降。突发性脑梗之前还会出现握力下降的情况。据很多患者回忆，他们不少人都出现过握力下降的情况。例如在吃饭的时候，手里的筷子突然之间就不受力的掉到了桌子上，再次拿筷子时却怎么都握不住。而这种症状一般都是短暂出现后会自行恢复。
但是经常出现这种握力下降的情况，请一定要重视起来，最好马上去医院做检查，从而找明病因，避免错过治疗时间。3. 剧烈头痛。脑出血患者发病前最明显的症状是剧烈的头痛，这种头痛是没有任何原因引起的，最初是间歇性的，之后发展为持续性头痛，同时还伴有耳鸣、视力模糊、恶心、呕吐，甚至胸闷气短的情况。尤其要注意的是，高血压患者一旦出现以上情况，需要及时就医，防患于未然。虽然脑梗是突发性极强的危险系数极高的疾病，但是在发病前依旧会给我们的身体释放出蛛丝马迹，因此只要我们充分了解这方面的知识，时刻关注自身的身体健康，识别脑梗发病前的征兆，并做到酌情就医，我们依旧可以防范于未然。3. 保持健康的生活习惯。不健康的生活习惯同样也会引起脑梗症状，因此为了减少脑梗突发的概率，我们尤其是老年人群一定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特别是一些本来就有基础病的老年人群。以下的几种食物，老年人一定要尽量少吃，特别是本身就是3高人群的老年人们。首先就是动物的内脏，动物内脏中含有大量的胆固醇，如果摄入量太多，会增加血液的粘稠度，同时动脉硬化的几率也会大大增加，如此一来就很容易诱发脑梗。其次，减少对酒精的摄入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很多男性都有平日里有事没事来2口的习惯，而这种经常性喝酒的习惯不仅会损伤肝脏，从而引发肝脏疾病，更会刺激肾上腺素的分泌，增加血管痉挛的风险，致使突发性脑梗的出现。除上述2条外，没有正确服药高血压患者，如果不谨遵医嘱按时服用药物，比如随意增减药量或停药，就会导致血压波动过大，增加血管的脆性。而脑梗和高血压的控制不佳有关，如果血压控制不好，就容易诱发脑梗。最后，香烟不离手的人出现突发性脑梗的几率更高。多项研究证实，吸烟和被吸二手烟瘾均为脑梗发作的危险因素。烟中有害物质容易引起动脉内皮细胞肌球蛋白收缩，血管壁的通透性增强，从而使脂蛋白易沉积于血管壁，形成动脉硬化，继而降低脑血流，直接影响头部的血液供应，最终导致脑梗塞的发生。综上所述，老年人群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从而降低脑梗突发的状况。同样，经过研究表明，拥有以下3种习惯的老年人出现突发脑梗的情况少之又少。1. 控制血压、血糖和血脂。3高作为我国常见的慢性疾病，有着接近2亿人患有这类慢性基础疾病。长期高血压会导致血管动脉粥样硬化，堵塞血管是发生脑梗主要危险因素之一，所以要预防脑梗发生，就要控制好血压。而高血糖会损伤血管内皮，增加血管形成斑块，使血管变得狭窄，长期控制不好血糖，就会出现血管随着年纪增长越来越堵。预防脑梗就要把血糖控制在正常范围内，而合理饮食也是控制血压、血糖和血脂的主要手段之一。老年朋友要减少油盐糖以及高胆固醇的食品摄入，适当吃一些粗纤维的食物，每天摄入一些高蛋白食物，这样不仅可以有效的保持新陈代谢，还可以控制血压、血糖和血脂，从而避免脑梗塞。2. 保持适量的运动。注意保持适当运动，运动是最有效的促进身体循环的方式之一，并且可以有效缓解身体血管堵塞的问题。一旦保持血管运行通畅，血液和氧气的输送情况就非常顺利，脑梗阻的问题自然也不会出现。老年朋友可以在早上7点左右或是晚上7点到9点之间运动，而运动不适宜太过激烈，以散步为主的运动即可，而一次时间不要超过2个小时。3. 避免饭后久坐。很多中老年人喜欢饭后久坐，导致血液流速减慢，粘稠度增加，加上缺乏运动，多余的脂肪、胆固醇、糖分等就会囤积在血液里，形成斑块，容易引发心血管疾病，例如脑梗。因此在吃过饭后可以稍微活动下，比如收拾碗筷等。总结，脑梗作为令老年人群闻风丧胆的疾病，一旦发病或多或少都会对我们的生活造成一定的影响，而对于老年人群来说，操持了大半辈子，正是享清福的时候，因此要更加注重自身的身体。
尤其是要在秋冬季脑梗高发的时期做好预防工作。